一个国家同时存在多种货币是种怎样的情形？如今香港回归快30年，当地人民手里用着的还是港币，难道港币有什么特殊意义？这里是知识天梯。香港最初并没有法定货币，刚被英国殖民的时候用的是英镑。后来随着与内地贸易频繁，银元流通变得广泛，其他如墨西哥等国的银元也有流入，香港货币变得繁杂起来。为了规范货币的使用，香港政府将原本为名词的银元变为量词，从此元成为货币的基本单位。1866年，香港成立首家铸币厂，其中印刷的1元银币上面就刻有香港1元的字样。不过这家铸币厂没开多久便关闭，随后官铸货币被淘汰，其他银元成功上位，成为香港的法定货币。1935年，一波银价上涨的潮流从欧美席卷而来，香港政府为避免大量白银外流，颁布新的法令，减少银元使用，以港元作为流通货币。1937年8月1日，银元的流通彻底被阻断，港元顺理成章地成为了新的法定货币。港元的发展历程也如银元一般一波三折，因为在英国殖民时期出现，所以港元一开始与英镑挂钩。二战爆发后，强暴的日军不仅在香港烧杀抢掠，还强行用日本军用手票替代港元，夺走了香港的财政大权。二战结束，日本灰溜溜地离开，港元虽然恢复原本的作用，但元气大伤。造成这样的原因，除了日本的破坏，还与战后英国的经济衰退有关。英国经济发展下滑，英镑价值降低，与之挂钩的港元也跟着贬值。为了减少负面影响，香港政府舍弃挂靠的英镑，在1972年推行港元与美元进行挂钩的政策。随后的1983年，香港建立起了与美元的联系汇率制度。香港回归后，这样的制度依然存在，给港元发展提供了很大便利。在美国先后推行美元与黄金、石油挂钩的政策下，美元成为了香饽饽，港元近水楼台先得月，也一跃成为了国际通用货币。香港回归多年，为什么没有统一使用人民币，还在用港币？究其原因，是因为那个时代的港币地位优于人民币。港币虽然是一种年轻的货币，但仗着与美元挂钩，在国际上混得风生水起，香港也因此成为国际金融中心。如果贸然将港币废除，那么其国际地位一触即破，显然得不偿失。因此，为了稳定香港的发展，在当年颁布的基本法中明确了港币在香港的法定地位保持50年不动摇。与港币的风光不同，那时国内的人民币显得有些惨淡，不仅在国际上得不到认可，就连香港人民也以视金钱如粪土的眼光来看待人民币。上世纪80年代以前，香港上有几家开展人民币业务的银行，可随着人民币的贬值、负利率出现，多家银行纷纷取消人民币业务。1989年，人民币彻底在香港银行消失，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里，港币在香港货币中一家独大。所以在那个人民币势弱、港币强盛的年代，我国不得不做出让步，保留港币作为法定货币。这既是为了稳定香港的国际金融地位，也是为了维持当地的有效货币流通。同时，香港的这种货币制度还起到一定的示范作用。毕竟，除香港外，分裂出去的国土还有之后回归的澳门，以及至今未归的台湾。因为离开的久了，他们与大陆的政治、经济、文化都存在很大的差异。如何缩小差异，使他们快速融入，成为一大治理难题。香港作为率先回归的一部分，就需要起到带头作用。从香港探索一条正确的治理思路，后续澳门和台湾的融入就能事半功倍。事实证明，这种货币政策是正确的。澳门回归后，同样保留了澳门币，如今的台湾也使用独有的新台币。只要心向中国，使用什么样的货币又有什么关系？香港回归多年使用的货币还是港币。虽然港币是法定货币，但地位与人民币并不对等，二者之间就如香港与中国属于隶属关系。简单说，港币包含在人民币体系内。这样的关系，其实在香港还未回归时就已经着手规划，对港币的发行权和管理权做了妥善安排。香港回归后，港币的发行权由中国银行、汇丰银行、渣打银行掌握，管理权则到了金融管理局手里。
港币发展受限，人民币的流通反而越来越宽松。上世纪80年代，由于人民币持续贬值，在香港几乎无法流通。到90年代时，国内经济开始回暖，人民币的地位有所提升。1993年有新规下发，内陆公民到香港，每人每次允许带6000元人民币。那时香港还未回归，兑换方式还属于外汇形式。1997年香港回归以后，人民币与港币的兑换虽然也是按照一定的汇率来，但已不属于外汇兑换，而是同一国不同区域间的兑换。香港的回归让人民币流通更便捷，当时每年流入香港的人民币一度超过了100亿。港币在大陆的流通就没那么顺畅了。从1994年开始，国家就禁止了外币的计价和流通。到香港回归时，差不多有500亿港币在大陆没了作用。这也预示着港币彻底消失、货币一体化到来将是必然的趋势。早在30年前，就有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恩姆弗里德曼做出过畅想，认为香港回归后，港币会被人民币吸收取代。如今这样的说法正在被证实，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，各国的贸易日益紧密，货币的种类在不断减少。同时，美国的霸权地位也变得摇摇欲坠，美元影响力随之下降，与美元挂钩的港元变得岌岌可危。人民币在上坡，港币却在下坡。照这样的发展状况来看，港币最终被人民币吸收取代，只是时间问题。但这个时间很难被确定。30多年前，弗里德曼就有过这样的预测，可时至今日还是没有实现。所以，货币一体化还有很长的路要走。知识 TNT， 专注你不知道的食物科普，我们下期再见。